上期聊了 ERP 2.0， 最近大家都在吐槽车里新装的 OBU 笨重又占地方，但你可能不知道，维持这个小盒子运转的核心芯片，很可能就来自你家附近几公里外的本地晶圆厂。为什么连这种基础的车载设备都在强调本地制造的供应链韧性？当联电和格罗方德毫不犹豫地砸下近100亿美元，在新加坡扩建晶圆厂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并不理解，在一个连人力和土地成本都在不断飙升的城市，科技巨头造芯片到底图什么？今天我们就用本地视角拆解新加坡半导体制造背后的真实考量。联电投入了50亿美元扩建新加坡工厂的 P3 项目，计划到2027年让产能翻倍，而格罗方德也刚刚启用了耗资40亿美元的新晶圆厂。科技巨头们为什么要砸下近100亿美元建厂？放眼整个东南亚，周边邻国正以极低的土地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按理说，资本逐利应该去成本更低的地方，但科技巨头偏偏愿意接受新加坡的高昂成本。这其实折射出全球供应链运作模式的巨变。过去30年，全球分工追求极致的效率和低成本，哪里便宜，工厂就建在哪里。但在今天的大环境下，这种模式被彻底颠覆。经历过疫情期间芯片短缺导致全球车企大面积停产的惨痛教训，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摩擦后，跨国企业现在最担心的已经不是财务报表上的单纯成本上涨，而是生产线突然停工面临的毁灭性断供风险。为了对冲这种风险，资本更愿意为供应链韧性支付溢价。新加坡的高成本背后是极其稳定的水电能源供应，全球领先且高效的物流清关体系，以及高度可预测的政策环境。巨头们花100亿美元买的，其实是一份免于供应链中断的顶级保险。那么，既然有了这份保障，新加坡到底在替全球造什么样的芯片？一提到芯片，很多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台积电最先进的3纳米或者2纳米制程。大家往往觉得只有先进制程才代表科技实力，但事实上，维持现代社会运转的绝大多数是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目前全球超过 70% 的市场需求都集中在这个区间。你可以看看每天乘坐的 MRT 列车控制系统，看看马路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哪怕是祖屋楼下的物联网传感器，它们的核心全都是成熟制程芯片。28纳米被称为黄金制程，是因为它在性能、功耗和制造成本之间达到了最完美的平衡。对于不需要塞进智能手机狭小空间里的芯片来说，盲目追求更小的晶体管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带来令人啧舌的高昂成本。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一辆智能电动车可能只需要1-2颗先进制程的自动驾驶大脑，但却需要上百甚至上千颗成熟制程的电源管理芯片、微控制器和图像传感器来精准控制车窗、电池和刹车系统。哪怕是在 AI 算力大爆发的今天，那些极其昂贵的 GPU 旁边，同样需要大量的电源管理、IC 和信号传输芯片配合工作，否则庞大算力根本无法稳定输出。新加坡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目前这里贡献了全球大约 11% 的晶圆产能，牢牢守住了基本盘。产业战略非常清晰，不去盲目竞争极度烧钱且地缘风险最高的极先进制程，因为那往往需要几百亿美元的持续试错，而是选择把成熟制程这个全球工业的基础做到极致。这种策略极其务实，先进制程固然耀眼，但在真实世界的数字化基建中，成熟制程才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只要全球还在造车、铺设智能电网、发展工业物联网，就离不开新加坡产出的这些芯片。这种深度的产业绑定，让本地在面对全球经济周期波动时，拥有了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在大国科技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跨国企业最害怕的不是成本上涨，而是突然断供的风险。新加坡提供了一种全球稀缺的环境，那就是绝对的确定性。面对科技领域的摩擦，全球半导体巨头急需寻找一个安全的中立落脚点。新加坡凭借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透明的法治环境以及长期中立的战略地位，自然成为了理想的地缘避风港。企业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或者建厂，买的不仅仅是产能，更是地缘政治上的超级保险。但如果你认为新加坡只是一个提供避风港的代工厂，那就把这里的产业格局想得太简单了。本地并没有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而是正在完成一次深度的生态升级。你看，美光在这里设立了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生产基地，几乎占据了他们全球产能的1大半。而在先进封装领域， ASMPT 等头部企业也在这里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的技术布局。随着摩尔定律逐渐逼近物理极限，传统的硅基芯片在算力提升上面临瓶颈，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新科研 A-Star 在硅光子领域的联合研发突破，正在试图用光子代替电子来传输数据。这不仅能大幅降低能耗，还能成倍提升数据传输速度。这意味着新加坡正在从单纯的制造中心向下一代光电芯片的研发枢纽全速迈进。经济发展局 EDB 此前提出过一个愿景，要在2030年将制造业产值再增长 50%。 这个底气正是建立在从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先进封装到前沿技术研发的完整生态链之上。当一条产业链在本地形成了闭环，它就具备了强大的自我造血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归根结底，新加坡不仅仅是在造芯片，更是在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稳定提供保障。宏观的产业战略听起来很遥远，但它最终都会落脚到本地居民的生活里。目前，半导体行业在本地雇佣了超过35000名高技能人才，这背后是数万个家庭在新加坡支付租金，或者是用 CPF 供祖屋的底气。这种高门槛、高附加值的实体制造业，是本地中产阶层最坚实的经济支柱，也是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的防波堤。当我们在吐槽 OBU 笨重的时候，或许也可以看到它背后这条支撑起本地经济韧性的庞大产业链。你目前在新加坡的科技或者制造行业工作吗？你觉得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高昂的运营成本会削弱本地未来的竞争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感受，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下期再见。